Yes， 这里是 Scratching 的 Dancing 文。终于从这个影片之后，我们要开始进入已经是比较像是后续补充的阶段。怎么说？是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把大部分应该要教的 Scratch 的基本的技巧讲到一个段落了，或许只剩下可能一两个比较难一点的，或者是比较需要让你们去打基础的一些基本功的东西。那其实到这个影片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补充的阶段，因为其实你已经学了大部分你该学的东西了。那现在就是我要开始讲一些可以增加你的一些基础能力的一些技巧，比如说像今天我打算要讲的就是 reverse。这你应该之前常听到我在讲 reverse。那 reverse 它其实概念很简单，它就是只是把你的之前所学的那些技巧做一个反向的动作而已。为什么要去提到这个主题呢？其实是因为当你在做 Scratch 的时候，尤其是 Freestyle Scratch 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每一次刮完以后都必须要先回到原始的位置，然后你再继续做往前推的这种 Scratch， 而是你现在唱片已经呈现一个被推过的状态了，那你接下来想要做一些动作，你不可能再往前推了嘛，因为前面已经没有声音了，所以就变成说你要去习惯练习一些 reverse 的技巧，也就是说你把之前所学的东西都做一个反向的练习。那你如果说像我所说的，到了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唱片已经被推过的状况下的话，经过 reverse 之后，你再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以后，你再做一个正常的那些技巧。好，那因为 reverse 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你可以拿我们之前所学的任何 Scratch 技巧，像是 Baby Scratch， 像是 Step， 或者是 Boomerang、One Click Flare， 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就是做一个反向的练习，去习惯，不管你是往前做或者往后做，你都有办法衔接得上。在你做Freestyle Scratch 的时候，你也可以很流畅的，不管是往前或往后，都可以很流畅的去做它。好，就像我所说的，其实你 Baby Scratch 可以做一个正向，你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反向，这个是 reverse 的 Baby Scratch。那你也可以做，比如说像 Boomerang， 其实我 Boomerang 我并不是很习惯做正常的，也就是以推为一开始的那一种正常版的 Boomerang。我反而是比较习惯做 reverse 的 Boomerang。还有什么比如说像之前的 One Click Flare， 当然那是一个 orbit 嘛，就是它是一个 routine， 你是一下前一下后了，所以当然你是会前后都会练到。它是或者是 Two Click Flare。其实这里的重点是在于说，你要习惯说这个唱片已经推出去了，那你要让它做开始的时候是从往回拉的时候做开始。这个跟你平常练从最开头开始练这个动作，跟你从已经被推过的状态往回做的这个动作，其实会，你如果不常做这个往回做，在你做一个 freestyle scratch 的时候，你常常都会手忙脚乱，你身体会不习惯说一开始是以往回做的这种方式来做，所以你常常会打结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要多练习一些这种往回做为一开始的这种练习，以防你会手忙脚乱的状况。
好，那因为我们之前所学的 Scratch 的技巧其实已经很多了，我不可能说在这一集影片把所有的 Scratch 的技巧都带着你们做一个 reverse 的一个练习。我可以带你们一个 reverse 的那个技巧，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技巧说不定会对你们来说还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练习。那这个就是 reverse 的 step。为什么要做一个 reverse 的 step？ 为什么我说反而会让你花蛮多的时间去做练习？好，这个东西是真的听起来非常的简单，而且说真的，它的做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没错。可是重点是在于说，你能不能把它做得很漂亮，声音听起来很漂亮。怎么说？我现在做给你们看。然后你听过我做的声音以后，你再自己练习，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做练习的。我刚才做的是什么？我刚才做的是一个正向的 step， 然后再一个反向的 step， 一直重复的做正向、反向、正向、反向、正向、反向。它的重要性是在于说，当你在做 Transformer Scratch 的时候，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因为在你做 Transformer Scratch 的时候，你的 Fader Hand 是一直持续的在做推或者在做敲的动作，也就是说，你在这种状态下，你一直在做一个 Close Fader Style 的 Scratch 的时候，你如果突然想在中间加一个 chirp， 会必须要花一段时间去练习你从 close fader style 跳到 open fader style，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技巧。你如果回去看我之前的影片，你就会知道我所讲的是哪一个技巧可以把 chirp 这个 open fader scratch 的技巧转换成是以 close fader 的做开始的一个方式。如果说你在 close fader style 转换成 open fader style 的这一种转换过程，你常常会有困难的话，那你就可以使用正向跟反向 step 的这种方式去替换你本来想要做的 chirp。那一样，我这里也是示范给你看，为什么我说可以拿来做替换。好，这是我们常看到的 chirp， 这是 chirp。那我做正向跟 reverse 的 step， 听起来很类似，但是其实它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异性。那其实慢速一点的 chirp 跟慢速一点的正向还有 reverse step 来说的话，它的差异性不大。它差异性只有在于说，当你做 chirp， 你可以做到慢到非常快，都有办法一直做 chirp。可是，在你做这种推或者点飞的方式去做正向跟反向 step 来说的话，你要做非常快的那个速度，会比较难搭配的很精准，让那个声音听起来很扎实。就像这样，这是 chirp， 这个是 chirp， 它可以从慢然后突然变很快，都可以搭配的很准确。可是你如果是做正向跟 reverse step 这种，你要做很快，而且又要搭配的很准确，让那个声音听起来很扎实，会比较困难一点，就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去练习。你应该会发现，当你在做正向跟反向 step 这一种动作来说的话，只要你的 fader 开合的动作跟你的唱片声音推跟拉的动作，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不准确，那声音听起来就不是很扎实。所以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注意的地方。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练习，做慢到快。
因为其实你们一定知道说 step 怎么做，你只要回去看之前的影片，你就知道 step 就是我在快速往前推的时候，让它飞的是很快速的打开又关起来。那 reverse 的 step 也是一样，当我快速拉回的时候，我的飞的也是快速的打开，然后再拉回。好，再回到慢的，等一下我们来慢慢的越来越快。好，那我们等一下来跟着音乐来练习。OK， 今天我们教的是一个蛮简单的东西，所以就尽量保持你的律动在这个音乐上。先做正向。反向，正向，反向，正反正反。反正，等下持续正反正反。好，等一下我们来加快速度，加快。虽然说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但是应该还是有它的难度在，所以不是很好练习。尤其是你刚才看，稍微一点点，你的fader跟唱片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搭配，那个声音就会稍微会有一点点跑掉。所以多练习，去让它能够很轻松的融入在你的 freestyle scratch 里面。好，那今天我们影片就到此为止。Stay tuned, have a good one.